夏至是24节气之一，在每年6月21日前后，太阳到达黄金90度时开始。公元前7世纪，古人用土圭量日影，日影最短的这一天被称为夏至。这天太阳几乎直射北回归线，北半球白昼最长，黑夜最短。北极圈以北太阳整日不落，形成面积最大的极昼区。即如古人所说，日长之至，日影短至，至者极也，故曰夏至。夏至这天虽然白昼最长，太阳角度最高，但并不是一年中天气最热的时候，因为地表的热量这时还在不断积蓄，并没有达到其峰值。俗话说，热在三伏，夏至3更属头伏。夏至后从第3个庚日起开始入伏，这里的庚日是指古代的干支纪日法中带有庚字头的那一天。每一个庚日相隔10天，每年入伏的日期不尽相同，大概是在7月11日至7月20日之间。头伏是从第3个庚日到第4个庚日，为期10天。中伏天数不固定，夏至到立秋之间有4个庚日时，中伏为10天；有5个庚日时，中伏为20天。立秋后初更起的10天为末伏。所以真正的暑热天气大约在公历7月中旬到8月中旬，立秋前后。一年有24节气，72候，5日为候，15天为一节气，则有3候。夏至3候分别是：1候鹿角解，夏至日阳气至极而始衰，所以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。2候调始鸣，蝉在夏至后鼓翼而鸣。3候半夏生，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，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，所以得名。夏至节古时又称夏节，它不但是一个重要的节气，还是中国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。相传端午节前身就是源自夏至节。夏至阳光雨水充足，有益于农作物生长的同时，蚊蝇开始滋生，疫病流行，人们便会在夏至前后举行一些活动来提醒大家注意防病，同时举行各种夏季活动，求风调雨顺，以庆丰收。民间还有悬挂艾草、佩戴香囊、驱虫避害、施粉止防匪、赠彩扇驱热等习俗。夏至时节不仅是中国的传统节日，在欧洲等地也有庆祝仲夏节的传统。古代欧洲人们相信，如果在仲夏夜前夕摘取侧金盏花等草药，将具有神奇的治疗效果。当地居民外出时会点起篝火，以驱逐野外的孤魂或精灵。在英国的民俗中，因为在仲夏节的夜晚会有许多女巫和各式各样的邪灵在外游荡，所以将圣约翰草放在家中可以带来好运，并且可以避免火灾。仲夏节也是人们与水亲近的节日，人们会到河边洗浴或是泛舟玩耍。年轻人也会到野外采7种至9种不同的野花，将它们做成一个花束放在枕头底下，祈求能够得到理想的佳侣。夏至过后，阳极阴生，阴气居于内，所以在夏至后饮食要以清泻暑热、增进食欲为目的，因此要多吃苦味食物，勿过咸过甜，宜清补，并多吃生津止渴的食物。中国民间就有夏至吃入伏面的说法。夏季炎热，小麦养心，益肾除热止渴益燥，此时新麦刚刚收割，正是吃面的好时候。民间另有冬吃萝卜夏吃姜的说法。夏季暑热，多数人食欲不振，而生姜有利于食物的消化和吸收。早上3片姜赛过喝参汤。除了饮食上养生保健，在精神上也要注意调养。夏属火，
对应五脏之心，因此夏至后重在养心。夏日炎炎，往往让人心烦意乱，而烦则更热。俗话说心静自然凉，因此要善于调节，多静坐，排除心中杂念。总之，夏至是非常重要的节气，是盛夏的开始。了解其时令规律，可以使我们更好的依时依律饮食生活，养心补身。感谢您的收看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，欢迎订阅，我们下次见。